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车厘子，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？那我知道很多朋友的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冬天了。对，像在中国，我的朋友说最近他们那里已经0度了。对，所以不知道大家的冬天都怎么过啊？你们那里的冬天冷不冷呢？那现在新西兰是快要进入夏天了，所以他们的温度是忽高忽低的。忽高忽低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温度有时候很高，有时候很低。比如说中午很高很热，然后晚上又很冷，所以他们的温度忽高忽低的，这让我非常不容易穿衣服。有时候你出去在外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的人他们穿夏天的衣服穿得特别凉快，但是你看我还在穿毛衣，因为我早上很早出门，然后晚上比较晚回家，所以如果我不穿毛衣的话，我会特别冷。所以你们的家乡，你们在的地方现在是什么季节呢？今天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个我在新西兰感受到的差异啊，我好像已经跟大家说了3个差异了吧。第一个是门没有锁，第二个是去超市会买很多东西他们，然后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是我们的叙述方式的不同啊。然后今天我还想讲一个，是我来到新西兰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我来新西兰觉得最难的一件事不是食物，也不是语言，最难的是坐公交车。对，因为跟中国不一样，新西兰这边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会开车出去，不管去哪里都会开车。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可能会骑自行车，或者是那个滑板车。滑板车就是小朋友拿着然后滑的，这个叫滑板车。对，然后我刚刚来这里呢，首先新西兰的路跟中国是反的。比如说在中国，我们的车是在左边的路开，但是在新西兰，他们是在天哪，我突然忘了，新西兰在左边还是中国在左边？Anyway，就是就是中国跟新西兰的路是反的，然后开车的那个司机的位置也是反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反的。所以如果我刚刚来就开始骑自行车，或者是用滑板车的话，会非常危险，因为我经常会走错路，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用。然后他们这里我到现在一直都是坐公交车出去，对，坐公交车。然后我就发现坐公交车其实对我来说挺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大部分的人他们都开车出门，所以坐公交车的人其实不多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城市，它的公交系统并不发达，它的交通工具不发达。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、出租车、火车、飞机还有船，这些都是交通工具啊。这些东西它不发达，所以就比较少。这些比如说在这里没有，我很少看到正常的出租车，我只看过1次出租车，大部分的车都是 Uber。但是我在这里用不了 Uber， 因为我的那个银行卡有问题，所以我现在还用不了 Uber。然后这里也不能付钱，他们的 Uber 也不能付现金，现金就是钱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在这里坐过出租车。我只能坐公交车。那公交车也很麻烦。首先第一个麻烦的是，我发现我很难去预测公交车来的时间。预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开始，但是你已经可以知道它会发生什么，这个叫预测。就是我很难预测
公交车到我这里的时间。我记得以前在中国的时候，就每辆公交车它都会很准时的到这个车站，所以我每天我知道我几点钟到车站，我一定会坐到那个公交车。但是在这里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现我们就是的上车和下车的规矩不太一样。规矩就是规则，就是规定。在中国，公交车在每一个车站它都会停车，不管有没有人上车下车，它都会停一下，然后开门，然后关门，然后再走下一站。但是在新西兰不是的，在新西兰他们的公交车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一个按钮，那个按钮就是如果你要下车了，那你按一下那个按钮，然后司机他知道下一站他要停车，对。然后如果车站有人，然后跟他招手，然后他知道这个人要上车，那司机就会在那里停。所以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有的车站没有人下车，也没有人上车，那司机就会直接开走，他就不停。就是这样，这个规则它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有一个结果就是我没有办法知道公交车的速度，因为如果前面的车站每一站都有人下车和上车，那这个公交车它会开得特别慢。但是如果前面的那些车站都没有人上车，都没有人下车，那这个公交车它会开得非常快。所以我有时候我每天出门我会看一下 Google Map， 然后我看这个公交车到哪里了，它到这里了，那我应该出门。但是我发现这个方法好像没有用，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看这个车到这里，我应该出门，然后我很早的出门了，然后我在那里等了30分钟他才来，因为他开得特别慢，因为前面有很多人要上车和下车。但是有时候呢，这个公交车在离我很远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想慢慢的走到车站去，然后5分钟以后，我看他已经快要到我的车站了，然后我又要很快的跑到车站去，就是因为前面的车站都没有人下车和上车，所以你很难去预测这个公交车的速度还有时间。所以这个会让我觉得很麻烦，而且有时候如果你错过一辆公交车，那你要再等30分钟、40分钟。对，我现在的通勤时间的意思就是你每天从家到公司的时间，这个叫通勤时间，从公司再回家的这个时间也是通勤时间啊。我现在每天的通勤时间大概都是在40分钟到50分钟，你可以相信吗？就是在新西兰，他们都说新西兰的城市不太大，也不容易堵车，所以应该很快。但是我发现其实没有，我每天的通勤时间其实跟在上海差不多。对，虽然说上海很大，但是它的地铁很快，而且它地铁每10分钟或者5分钟就会来一趟地铁。这边虽然就是它的车很少，就是路上的车很少，但是公交车的速度有时候你很难去预测。那你错过一辆的话，你就要再等很久的时间。对，所以这是我最近在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啊。这应该不算是文化冲击，只能算是我还没有去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生活习惯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就是在这里再生活一段时间，我会慢慢的习惯他们这里的公交车的规则，或者我也可能买一辆自行车，然后再也不用坐公交车了。这是我的梦想。最近我真的太想买一辆自行车了，但是因为银行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去买一辆自行车。所以我现在在新西兰的生活还是没有很稳定，还是一直在习惯新的东西。
对，那这个就是我想说的，我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差异。我觉得这些只是差异，它跟优点和缺点没有关系。不一样，只是不一样，但是它不代表哪个国家有优点，哪个国家有缺点。所以，我只是需要去适应这个地方，只是需要去习惯这个地方啊。对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，我在这里练习了很久，就是在新西兰，好像在有的国家也会这样，就是在新西兰，如果你上公交车的时候，你要跟那个司机说 hello， 或者是说 good morning， 然后跟他打个招呼，然后你下车的时候还要说 thank you。这在中国是，我们不会这么说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做。所以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我特别害羞，我很害怕跟司机说hello 和 thank you， 特别是 thank you， 因为你下车的时候很安静，然后大家都会等着你下车，然后你要先说一句谢谢，然后再下去，我会觉得很害羞。但现在我已经慢慢的习惯了，然后也很习惯去对每个服务的人说 hello 和 thank you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。那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啦，应该没有别的想说的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